大家好，2025年4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州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窦万贵受贿一案。柳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3年至2022年，被告人窦万贵利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委书记、吐鲁番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阿克苏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阿克苏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阿克苏地委代理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克苏地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9亿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窦万贵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窦万贵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窦万贵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的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被告人家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几个人的人物关系然后再展开给大家讲一下。杨发森和窦万贵都是穆特里甫哈斯木提拔的，哈斯木呢是阿巴莱提阿卜杜热西提提拔的，是李鹏提拔的。阿巴莱提是习仲勋的铁杆马仔，习仲勋在新疆的代理人王恩茂提拔的。阿巴莱提是习远平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创立的荣誉主席。这就是这几个人的基本人物关系杨发森和窦万贵虽然最早是穆铁里甫哈斯木提拔的，但是这三个人中呢，杨发森的级别最高杨发森是省委常委，哈斯木第二，哈斯木是新疆副主席，窦万贵只是一个阿克苏地委书记而已，退休前给了一个政协副主席混了一个副部级。现在这三个人呢，级别最高的杨发森都抓了，窦万贵也抓了，只有穆铁里甫哈斯木没事这三个人都是细包子的马仔。现在细包子连级别最高的杨发森都罩不住了，为什么还能罩得住哈斯木呢？这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和共产党一样，其实是最不公平、最不正义的。细包子都已经罩不住他的马仔了，但是哈斯木还能凭借他的维族身份没事因为哈斯木已经退休了，如果没有退休也许还要抓，但是他都已经退休了，而且是维族官员，他不会被抓的。杨发森和窦万贵之所以被抓，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汉族的，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身份问题但是他们两个人他就是没有身份这个挡箭牌这能是公平，这能是正义的吗？杨发森贪污，窦万贵腐败2个亿，那么杨发森和窦万贵的老上级就不贪污不腐败了，窦万贵2个亿就没有给哈斯木进贡吗？但是哈斯木照样可以逍遥法外2010年9月，39岁的杨发森担任中共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委书记，当时的地委书记是黄三平，阿克苏地委组织部部长是窦万贵，
行署专员是穆铁里甫哈斯木。黄三平是2025年4月2日也被抓了。我们看一下阿克苏啊，它的确是边疆，对面应该是吉尔吉斯共和国。我们先看这个穆铁里甫哈斯木，2000年7月到2003年1月，43岁的穆铁里甫哈斯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的副厅长。期间呢，2001年5月到2001年11月半年呢，穆铁里甫哈斯木挂职中国交通部公路司副司长半年的时间呢。当时中国的交通部部长是黄振东。这个黄振东担任交通部长的时间，1991年3月，正是6·4之后陈云掌权啊，当时的总理是李鹏。朱镕基在哪儿呢？这是徐匡迪亲口说的，所谓的口述历史嘛。2019年7月4日，徐匡迪的亲口口述啊。徐匡迪亲口说，交通部部长黄振东和我的关系很好，我就向他表态，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上，你们该要上海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争取他对上海深水港方案的支持啊。黄振东是李鹏的马仔，这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背书的。徐匡迪是朱镕基的马仔啊。徐匡迪亲口说的，他和黄振东关系很好啊。就为什么朱镕基的马仔徐匡迪和李鹏的马仔黄振东关系很好呢？因为他们的主子李鹏和朱镕基是一家人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李鹏、朱镕基、席包子、薄熙来都是一家人，他们就是唱红打黑的总后台啊。我们看一下穆铁里甫哈斯木的席包子的背景啊。穆铁里甫哈斯木他一个人就有李鹏、朱镕基、薄熙来、席包子4个人的背景。2003年1月到2008年2月，43岁的穆铁里甫哈斯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当时的新疆书记是王乐泉，新疆主席是阿布莱提、阿卜杜热西提，后来呢就是司马懿、铁力瓦尔蒂。我们看这3个人，穆铁里甫哈斯木的一个人就能把他们的派系看出来啊。首先呢，这个阿布莱提、阿卜杜热西提是习远平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创立的荣誉主席呀。阿布莱提是习远平背书的，这是席包子人啊，这是文胆，这个100%不会错呀，所以可以到处的引用。司马懿、铁力瓦尔蒂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啊，怎么就从穆铁里甫哈斯木一个人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的派系呢？2008年2月到2012年1月，51岁的穆铁里甫哈斯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啊。当时的新疆主席是努尔白克力，努尔白克力是王岐山背书的，王岐山的下属，所以从这里看，王岐山他也是席包子人啊。就穆铁里甫哈斯木他一个人就把席包子全家桶全挖出来了。阿布莱提在退休之前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把哈斯木提拔成新疆交通厅的厅长，然后在胡锦涛的这个司马懿、铁力瓦尔蒂的任期之内呢，哈斯木没有动。等到席包子派系的努尔白克力再上台，就把哈斯木调到了阿克苏行署担任行署专员啊。就前后的新疆书记一直就是这个王乐泉，就是王乐泉在看热闹。那时候江泽民和胡锦涛还没有合作啊，就3大派斗得不可开交啊。所以说新疆这个民族问题啊，内部就分成3大派的内斗呢，还民族问题呢？它只是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根源在于内斗啊。2012年3月到2014年12月，55岁的穆铁里甫哈斯木担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4年12月到2018年1月，57岁的穆铁里甫哈斯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呀。就胡锦涛把哈斯木赶到人大2线去了，细包子又把哈斯木请回来当副主席复出了。而且这个2014年12月正是周永康被抓了，然后习大大的歌曲推出了吧，就细包子掌权了之后，所以肯定不是胡锦涛把细包子扶上位的，就是李鹏、朱镕基、宋平把细包子扶上位的。阿布莱提是徐远平背书的，这是100%确定的。阿布莱提是徐忠勋的铁杆马仔王文茂提拔的。阿布莱提是徐远平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创立的荣誉主席啊。这些人的人物关系呢？杨发森的最高职务是青海省的政法委书记。杨发森在阿克苏的县委书记是穆铁里甫哈斯木提拔的。窦万贵的最高职务是新疆政协副主席。窦万贵在塔城地区的县委书记是当时的地委书记唐定邦提拔的。唐定邦这个塔城的地委书记就是阿布莱提提拔的。唐定邦呢，曾经担任新疆副主席钱志的秘书。哈斯木呢，他的新疆交通厅的厅长、副厅长都是阿布莱提提拔的。哈斯木担任新疆交通厅副厅长的时候，在交通部长黄振东手下挂职啊。黄振东后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就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为什么去交通部当部长啊？薄熙来为什么去重庆当市委书记？黄振东给李小鹏和薄熙来打的前站铺路，事先提拔好了官员和马仔啊。王惠民呢，他的最高职务是证监会的纪委书记。王惠民的新疆主席助理呢，就是阿布莱提提拔的。王惠民呢，他也曾经给新疆的副主席钱志当秘书啊。唐定邦和王惠民是给钱志负责不同工作的秘书。王依林的最高职务是中石油的董事长。他在新疆克拉玛依的市委书记就是阿布莱提提拔的呀。克拉玛依大火是习仲勋的马仔，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掩盖的。这习仲勋和细包子父子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他们的人物关系就是这样的。习仲勋提拔的王文茂，王文茂提拔的阿布莱提，阿布莱提提拔了这5大马仔啊。他们后来的副部级、正部级都是细包子亲自提拔的。唐定邦、哈斯木、王惠民、钱志、王依林啊。哈斯木提拔的窦万贵和杨发森，就是阿布莱提徒弟这辈分的5个马仔，徒孙子辈分的2个马仔，这些一共是7个人，抓了4个。哈斯木呢，他有维族的身份护身啊。钱志不知道为什么不抓，唐定邦的级别太低了，可能还有一个黄三平也抓了。等于李希把细包子的马仔、阿布莱提的马仔基本就一锅端了。李希如果真的是细包子人，细包子真的要气得吐血了，就不看李希的派系。李希他有没有可能是细包子人啊？这细包子新疆已知的6个马仔，他抓4个。李希如果是细包子人，他这样天天抓他老板的人。这名网友说，有人说胡锦涛已经老年痴呆了，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名网友回复说，20大胡锦涛被架出去的时候，胡锦涛健步如飞，像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吗？这名网友回复，主要是说这些的人往往都在否认有关细包子的一切健康问题的传闻，但现实是包子健康有问题的证据比胡锦涛有问题的证据多了太多了。这名网友回复，这消息出自伦媒，伦媒的观点是曾庆红发动的清洗，伦媒的观点是江派上台。这名网友回复说，不可能，他只是中风后遗症，脑梗会有的，老年痴呆不可能。这名网友回复同问啊，
我的回复是：第一，我不是胡锦涛的私人医生啊，我不了解胡锦涛的身体状况。第二，我也不愿意替胡锦涛或者说江派的人辟谣啊。就比如我早就知道骆玉林他是喜报的人，他不是赵乐际的人，我也没有主动去替赵乐际说话呀。就我也不愿意，我也不会主动去替胡锦涛说话呀。我就是看不惯大外宣天天撒谎啊！大外宣的套路就是把胡锦涛的人说成江泽民的人，然后用这种方法来替细胞子洗地啊。因为胡温呢，尤其是温家宝，他至少以一个中国总理的身份公开的支持民主啊。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影帝，可以说他是在演戏啊。但是言论就是政治啊，他都已经这么说了，还能怎么着啊？所以大外宣如果直接攻击胡锦涛或者温家宝，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警惕和反感啊，就迂回一下，以江泽民当做遮羞布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大外宣的这些谎言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有人愿意相信有什么办法？第三呢，我说过不可能是张又侠发动军事政变啊，只可能是胡锦涛发动军事政变。张又侠发动军事政变弄不好就要上军事法庭啊。胡锦涛他本来就是党中央，只不过是退休的党中央而已，又没有抓细胞子呀，党指挥枪。现在胡锦涛这个党中央要求张又侠去抓细胞子的上将，只有同时掌握党和军队双重资源的人才有资格发动军事政变。只有3个人，江泽民、胡锦涛、细胞子。江泽民又死了，还能是谁啊？只能是胡锦涛啊。就没有胡锦涛的枪杆子撑腰，这些老登他一个也出不来呀。细胞以前不是不让他们出来吗？没有枪杆子撑腰，细胞子肯定不让他们出来啊。就是曾庆红他算老几啊？曾庆红的排名有这些老登的排名高吗？他既然有排名，那么排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外宣都是反常识啊，和共产党一样反常识。再说大外宣根本就不是大外宣，他们就是共匪啊，他们就是这个陈云的公安部长，王芳的马仔啊。大外宣本来就是细胞的人。再说这胡锦涛都已经阿兹海默了，还能把细胞子干翻在地，那细胞子不是更糖吗？好的，谢谢大家。